2026年7月底，欧洲股市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中国那边传出来的消息，只是说一家几乎没什么国际知名度的上海国资背景企业开始生产国产浸没式 DUV 光刻机，今年计划大约造5台，明年大概20台，5台。结果 ASML 2天之内市值直接蒸发了超过600亿欧元，这就很搞笑了。因为2025年 ASML 一年卖出去的 DUV 光刻系统足足有279台，其中浸没式 DUV 大约131台。按照这个数字算，中国今年那5台机器连 ASML 一年浸没式DUV 出货量的4%都不到。你要是单纯比较产能，这根本不是2个重量级的选手，一个像满级账号，一个还在新手村领装备。所以市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这5台机器，他害怕的是另一件事。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科技战之后，中国居然真的开始摸到那个原本被认为最难替代的东西了。这就牵扯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自己造 DUV？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因为中国想追赶最先进芯片。这个答案不能说错，但太小学生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你把全球半导体产业看成一个大型多人在线游戏，芯片设计公司、晶圆厂、材料公司、设备公司，每个人都在地图里刷自己的副本。美国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自己把所有装备都造出来，而是他逐渐发现自己和盟友掌握了几个可以直接拔网线的服务器权限，其中最狠的一个就是光刻机，尤其是 ASML。 很多人听到光刻机，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概念 EUV， 觉得没有 EUV 就不能做先进芯片。事情没那么简单。现在最先进的2纳米、3纳米工艺确实高度依赖 EUV， 但是 DUV 根本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浸没式 DUV 使用193纳米光源，再通过水提高数值孔径，配合多重曝光，你可以把它硬生生压到远低于光源波长的工艺尺度。代价也很简单，麻烦，非常麻烦。你本来用 EUV 一次能搞定的图形，我用 DUV 给你拆成2次、3次，甚至更多工序，套刻精度要求暴涨，工艺步骤增加，缺陷率也跟着上来。最后晶圆厂老板盯着良率爆表，血压比光刻机功率上升的还快，但技术上他能干。Tech Insights 拆解华为 Mate 60 Pro 之后，确认里面的麒麟 9000S 采用了中芯国际第2代7纳米工艺。Tech Insights 后来也明确解释过，193纳米浸没式 DUV 配合多重图形技术，本来就能够制造7纳米级芯片，只不过周期更长，成本和良率更难看。这件事特别重要，因为它意味着 DUV 在中国手里并不是一个只能生产汽车 MCU 和洗衣机芯片的老古董，它其实是一把很难用、很费钱，但是已经被证明可以往先进节点硬推的武器。问题来了，过去中国自己没有这把武器的完整供应能力，最顶级的玩家一直是荷兰 ASML。 于是华盛顿看到了一个极其诱人的战略按钮，既然先进芯片离不开这些设备，那我不一定要跟你正面拼晶圆厂，我控制设备就行了。这个思路非常符合美国这些年的科技战打法。2022年以后，美国不断扩大对中国先进计算芯片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限制。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又增加了24类半导体制造设备管制，并把140个中国相关实体加入实体清单。美国给出的理由也一直很明确，核心是限制中国获得能够用于高级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以及军事现代化的芯片制造能力。华盛顿的算盘其实很好理解，中国可以补贴晶圆厂，可以砸钱，可以招工程师，但是如果最核心的设备始终掌握在美国、日本、荷兰这些国家手里，中国每往前走一步，
都得问别人服务器管理员一句：哥，我这个账号还能不能登录 ？EUV 很早就不给中国了，然后封锁慢慢开始往 DUV 移动。2023年，荷兰开始要求 ASML 最先进的浸没式 DUV， 也就是 NXT2000i 以及后续型号申请出口许可。到了2024年9月，范围又覆盖到 NXT1970i 和1980i。这时候中国企业就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你今天能买到的设备，不代表明天还能买，今天还能维护，也不代表5年以后工程师还能飞过来给你换模块。这才是国产 DUV 真正开始变得值钱的地方。你甚至不需要它第一天就超过 ASML， 它只需要做到一句话：能用。因为正常商业竞争里面，一家晶圆厂绝不会主动选择性能更差、吞吐量更低、维护体系还不成熟的机器。你是中芯国际采购负责人，你面前摆着 ASML 和一家刚开始量产的国产设备公司。ASML 已经跑了几十年，设备稳定性、套客精度、软件系统、工艺数据库、售后工程师全在那里。你有什么理由拿几十亿美元晶圆厂去帮一家新人练级？没有理由。但是出口管制把游戏规则改了。当你突然发现 ASML 那台机器未来可能买不到，甚至服务都可能受到限制时，你的采购逻辑马上就变了。国产设备以前是一台性能还不够好的机器，现在它多了一项隐藏属性，不会突然被别人断货。这个属性在 Excel 表格里很难估值，但是在地缘政治里面，它贵得离谱。路透采访的一位研究人员说的其实相当到位。美国出口管制事实上替中国光刻产业创造了商业理由。中国晶圆厂即便接受一台性能弱一些的国产设备，也可能比长期依赖一个随时可能被限制的外国供应商更安全。这个逻辑就是整场中美科技战里面最讽刺的地方之一。美国原本的目标是把中国先进芯片产业的升级速度压慢，短期看它确实做到了。中国到现在也没有商业化 EUV 最先进工艺，在成本、良率和规模方面仍然和台积电、三星存在明显差距。但管制同时产生了一个副作用，以前很多国产设备项目最大的问题根本不是技术，而是没人愿意用。你辛辛苦苦做一台设备出来，晶圆厂老板看了一眼，说 ASML 的成熟方案就在隔壁，我为什么要陪你试错？这就是所谓后发者陷阱。市场经济有时候非常残酷，你没有客户就没有现场数据，没有现场数据就没有迭代，没有迭代永远追不上已经拥有几千台装机经验的大厂。出口管制直接把这个循环给砸开了，因为中国晶圆厂突然有了非常强的动力，去给国产设备上生产线，陪着供应商调参数，允许工程师在真实晶圆厂里面疯狂刷经验值。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一个很怪的现象。截至2026年，中国国产半导体设备公司在刻蚀、清洗、沉积这些领域已经进步得相当快。德意志银行估算，中国本土厂商今年可能拿到中国晶圆制造设备市场25%到30%的份额。如果把最难搞的光刻和量测设备拿掉，本土份额甚至可能达到40%。看懂没有 ？Boss 已经快打到最后一关了。最后几只特别难啃的怪里面，光刻机就是那个血条最长的。而这次出现的上海爱信纳，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也在这里。这家公司2023年8月才成立，注册资本70亿元人民币，背后是上海国资体系。根据路透报道，它整合了上海玉良生以及上海微电子等国内光刻团队的力量，目前正在推进浸没式 DUV 的生产，今年大约5台，明年计划提高到20台。预计送往中芯国际、华虹和长兴存储等中国芯片企业。注意，我这里不会跟某些自媒体一样，直接宣布中国已经击败
ASML 开什么玩笑，差得还远。光刻机这种东西最容易骗外行，因为大家特别喜欢盯一个参数，你能做到多少纳米？实际上真正到了晶圆厂，老板根本不会只问这个，他会看套刻精度，会算单位时间、晶圆吞吐量，会看机器连续跑几个月之后飘不飘，还会关心故障率。因为一台价值上亿美元的生产设备，如果3天2头趴窝，你分辨率再漂亮，也只能摆进科技馆。摩根大通在这次消息出来之后，就专门泼了一盆冷水，造出几台浸没式 DUV 和真正能够高产量制造芯片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量产真正考验的是良率、套刻、吞吐量以及数千次晶圆运行之后的可靠性。这话没毛病。ASML 真正恐怖的地方，也从来不是他会画一张机器设计图。2025年 ASML 研发投入47亿欧元，它背后还有几十年积累出来的供应链、软件、工艺数据库、蔡司光学系统，以及全球晶圆厂里面无数工程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经验。中国现在做出来的东西，距离把 ASML 从王座上踹下来还早得很。但是华盛顿真正需要考虑的，也不是中国明年能不能打败 ASML， 美国更应该问出口管制还能维持多久的边际效果。这个问题麻烦多了，因为制裁这种东西有一个基本规律，第一次最疼，你原来100%依赖别人，人家突然不给你，当然痛，但是你只要被逼着开始替代，哪怕第一代替代品只有原版60分，第二次制裁的威力就可能开始下降。等本土设备做到70分，客户开始规模使用，工程师开始积累数据，供应链也开始跟着成熟，这时候你再追加管制，效果就会越来越复杂。美国国会2026年甚至还在讨论进一步限制 ASML 庆余浸没式 DUV 对华出口。站在美国角度，这当然有逻辑。如果中国还依赖进口设备，那现在就是扩大限制的窗口期，你总不可能等国产替代成熟之后再封。但是站在 ASML 的角度，这游戏就开始有点地狱难度了。2025年，中国给 ASML 贡献了大约29%的净销售额，金额大概95亿欧元。由于 EUV 已经不能卖给中国，这部分收入基本都和 DUV 设备以及相关服务有关。于是场面变成这样：美国希望 ASML 少卖一点，中国希望以后少买一点。ASML 坐在中间，看着双方越来越有默契地减少自己的长期生意。你要是 ASML CEO， 估计每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自己明明没参加战争，却一直在交战争税的感觉。当然，中国也没有赢，至少现在远远谈不上。因为真正决定先进芯片竞争力的终点仍然是 EUV。中国目前已经有 EUV 原型机项目。路透去年12月报道，中国团队已经在深圳造出可以产生极紫外光的原型系统，但距离拿它稳定生产芯片仍有几年。业内人士认为2030年前后才更现实。所以国产 DUV 的意义并不是中国突然获得了一个2纳米作弊器，它真正改变的是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生存下限。过去美国可以想象一个剧本，先进设备越卡越紧，中国晶圆厂慢慢失去升级能力，旧设备老化以后维护越来越困难，最终先进制造能力被锁死。国产浸没式 DUV 一旦真正进入稳定量产，这个剧本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即便中国暂时追不上最先进节点，它依然可能维持大量成熟制程，再通过昂贵的多重曝光往7纳米甚至更小节点硬顶，然后用先进封装 chiplet 架构优化去弥补制程差距。性能可能没那么漂亮，成本可能更高，但对于一个把供应链安全放在利润率前面的国家来说，这东西完全有可能被接受。这就是中美科技战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早期阶段
美国玩的主要是不给你，中国现在正在尝试把游戏改成你不给，我就用差一点的自己顶上。只要这种替代开始形成规模，下一阶段的竞争就不会只是看谁手里的禁运清单更长，而会开始变成另一场更麻烦的比赛，谁能更快迭代自己的完整产业链。美国依然握着非常强的牌 ，ASML、EUV 美国 EDA 软件 Applied Materials、Lam Research、KLA 日本材料体系，这些都是中国短时间很难完整复制的顶级稀有卡。中国手里的牌也越来越清楚，庞大的国内晶圆需求、政府资金、工程师规模，还有一个被制裁逼出来的国产设备市场。所以我看到国产 DUV 的消息时，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根本不是中国光刻机到底追上 ASML 几成了，那个问题现在没有那么重要。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过去几十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最赚钱的一套规则是大家各自专精，然后互相依赖。 ASML 不需要造芯片，台积电不需要自己造光刻机，美国设计公司也不用自己炼硅晶圆，专业化让整个系统效率极高。中美科技战正在做的事情是告诉所有玩家，效率很好，但是依赖别人意味着别人手里有你的管理员权限。一旦这个观念真正进入董事会和国家安全会议，很多原本不经济的项目突然就变得经济了。国产 DUV 就是最典型的一张账单。如果没有出口管制，中国花70亿元注册资本去组建一家新光刻平台，晶圆厂可能还会嫌弃国产设备性能差。现在情况完全不同，5台机器刚刚开始生产，全球资本市场已经先替它算出了战略价值，600亿欧元。这当然不是说中国那5台机器值600亿欧元，市场真正重新定价的是一个此前几乎没人认真考虑的可能性。有一天，中国可能不再需要向 ASML 买这么多 DUV， 那一刻科技战就出现了最马基雅维利式的结果。美国的封锁依然能够拖慢中国，但每封掉一条路，也在提高中国修另一条路的投资回报率。中国国产 DUV 到底能不能真正跑起来，现在还不能提前开香槟。不过有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场战争最初真的是中国还能不能买到最先进的机器，现在真的已经慢慢变成中国究竟还需要依赖这些机器多久？别小看这个变化，真正的科技战争从来不是谁在发布会上喊得更响，最后决定输赢的永远是当别人把门锁上的时候，你手里到底有没有另一把钥匙。